报告总兵大人，什么事啊？刚从蒙古进来的10几匹马都被钱江大潮给吞了。什么？10几匹马都被钱江大潮给吃掉了？是的，现在还有几匹死马在江滩上。马比人聪明，会自己跑到钱塘江送死？是老百姓给赶进去的。岂有此理！都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我们绍兴师爷走南闯北啊，这个哪个衙门里没有我们绍兴师爷呀？我们绍兴师爷都是相互帮衬的嘛。于师爷，府台大人，下官拜见府台大人。府台大人啊，刚一上任就给你出难题喽。董瑞啊，下官你当上了杭州知府，这可是一省之首府啊！是。杭州地面权贵显要，豪门聚集。这知府当得好，那还可以；要是当得不好，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捅娄子。是。你们可要多帮帮他哟。那是当然，当然。将军请坐。将军请坐。方师。对于总兵府一桩马匹被淹的案子，已经捉拿了10几个案犯，我现在准备行文兵部，呈请处理。可是，事关到老百姓，又涉及到地方，按例需要本府院及杭州府会签一下方能有效，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关于此事，恐还得详查。这位将军，请暂且退下。遵命。大人，是否我也告辞？贤侄啊，你见外了。这件棘手的事，老夫就想听听你的高见呢。留下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军兵将马赶入百姓庄稼地里放牧，那百姓自然不能让马啮食庄稼，将马驱赶，马误入了江滩，恰逢大潮被卷，责任在放马的军兵啊，怎可怪罪百姓呢？这件事情确实很为难，你要是帮了总兵府吧，这是对不起老百姓；你要是帮了老百姓说话吧，这总兵大人内心肯定是不快。我整整的考虑了一宿啊，就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。贤侄，你看呢？如此一说，我倒想起一个故事。鲁国有一个马厩失火，孔子赶到，先问伤着人没有，可是从来不问马的伤亡。好，就这么签。鲁国马厩失火，孔子问人不问马。浙江8月涨潮，将军问马不问人。这么一签的话，兵部固然会议百姓呢免得受苦。只是这王总兵文墨再不通，也不会听不出这话中的骨头来吧？那就改成鲁国马厩失火，孔子问人不问马。浙江8月涨潮，将军问马又问人。妙啊！方师爷呀，果然是度才非凡呐！这一签，这个王总兵以为是捧他了，把他捧得比孔夫子还要周全。哎呀，这兵部方面嘛，自然会理解喽。
贤侄啊，真不愧为绍兴名目世家之后啊，也不愧为治辖吴老前辈的外孙啊！谢谢，不敢不敢。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会签的这几句话，你认为怎么样啊？以小的之见，这会签一定是师爷的手笔。师爷咬文嚼字，最会找人麻烦，不安什么好心。这几句话好像没有什么恶意呀。见过王总兵、王将军。你就是那个专门替人打官司、写状子的秋九？在下是秋九不假，但包揽宋氏的事儿，在下不敢。乾隆爷曾明令禁止民间讼师揽状生事，小的纵有10个8个脑袋，也是不敢包揽讼事。好，你坐吧，坐。谢谢。本将军不管那些鸟事儿本将军请你秋九来，是有件事情，请你给长长眼。只要是用得着，但请将军吩咐。红桥村一干刁民将本将军的马赶入钱塘江淹死，你说说该当何罪啊？王将军智勇双全，依将军的意思。哎呀，穷文人哪来那么多酸味儿？本将军是在问你马是脚力，军马就是军营的脚力，没有脚力就行走不快呀。这行走不快，那进则犹豫，退则迟疑，军机延误，这打仗何来胜利呀？常言道，兵贵神速，所以小民百姓经了将军的马匹入江，那自然是死罪。说得好，只是本将军禀报兵部的呈文，至今没有回音，所以请秋九先生来看看这呈文中有什么不妥。是。恕小的胡言了。大胆说。将军的这份呈文，10有8九是要被兵部驳回的。何以见得？这个问题就出在会签上。这会签很高明啊！您看鲁国马厩失火，孔子问人不问马；8月钱江涨潮，将军问马又问人。这字眼里头藏有训斥的意思啊。报。兵部复文，请将军过目。念。兵部复文：马有马腿，百姓何罪？朝廷设总兵守一方疆域，保一方百姓。尔等连个坐骑都不能看守，还有什么不会丢失？更有何脸累及百姓，速回原案，闻道放人？这巡抚衙门和本将军总是过不去呀。将军，休怪巡抚大人，卑职看得明白，这些都是绍兴师爷做的手脚，鬼点子都是他们出的。绍兴师爷？对，绍兴师爷。绍兴师爷，过来来。京城来的王御史王大人，即日返京。临行前想游览一下西湖。明天你去轿前侍奉。是。他这次下来就是为了了解各级衙门之间师爷的品行，你要设法见缝插针，刮点凉风。小的明白。大人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大人，在下冒昧的问一句啊，当年被判了死刑，在沧州县走马场被斩首的那个王培秋王公子，可是王大人您的亲侄儿啊？此话何意？御史大人官居要位，是朝廷的命官，亲眼看着自己的侄儿被刀架在脖子上，竟然不发一言为其开脱，这实在是令人敬佩呀。那一任县令董瑞，听说后来升了杭州知府。哎呀，他出事儿了，被解了职，本来要判重罪，是他的师爷方敬斋四处奔走，才免受了牢狱之苦的。又是方敬斋。又是方敬斋啊。我听说您的亲侄儿王培秋王公子，那就是方敬斋绞尽脑汁给断的死罪啊。这位绍兴师爷现在何处啊？嗨，人家现在是混进浙江巡抚衙门供事了。王大人，您可曾听说绍兴师爷，将4个轿夫比作4位京官的事啊？哦，你倒说来听听。这其中有冒犯大人之处，这小的不敢妄传。那更要说来听听了。啊，这不是小的还是不敢。既是绍兴师爷说的，自然不会开罪于你呀。那小的就斗胆了。他们说呀，这第1名轿夫扬眉吐气，那是指军机大臣。第2名轿夫不敢放屁，那是说您御史大人呢。御史大人的功德，那就是参合造势啊。说您御史大人不敢放屁，哎呀，这实在是有损御史大人的清明啊。您老看看啊，这些个绍兴师爷啊，回去，明天返京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们能来！来，坐。哎，姐夫找到绍兴去了，见你不在啊，非要让我带着立刻来见你，这不我就过来了。啊，坐，来，都坐。姐夫。哎，秀兰，哎，倒茶去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在家待久了吧，这人啊不习惯了，是憋死了。是。哟，这出门一走啊，顿时啊就觉得清爽了好多呀。哎呀，坐。东兴啊，你找我来还是有什么事儿吧？前几天啊，我收到京城吏部好友的信函，说京城朝廷里边最近掀起了一股反对师爷的风潮，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盗墓，这是盗墓啊！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，还是小心为好。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，一件小事就能把高官沦为阶下囚。你看，我们家不就是例子吗？我再也不愿意看到你们家也遭到这不明不白之冤呢。景斋，在这儿谢谢你们了。我这话我已经递到了，来，我们也就放心了，告辞了。哎，董兄，别呀！董兄，你说咱们好久没有见面，我们俩家也不该这么疏远了，你说是吧？你呀，你是公务缠身的，我们这都是闲散之人，不打搅了。哎，姐夫，你这话我不爱听啊！你若要走，你自己走，
姐姐呀，得留下，我们还没好好唠唠呢。我看就住几天再走吧，万一景斋这儿有个长短之事在跟前，兴许我们还能帮点忙呢。啊，是，秀梅所言极是。正好我还和董兄打听一下京城里的情况，不妨小住一段啊。哎呀，这个俗话说呢，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。我就全当是一只寄人篱下的秃毛鸡了。董兄真会开玩笑。我就在这个杭州城里边再现一次演吧。昨晚上接到京中的快报，说朝廷御史王信连上3道奏章，隶属各衙门失业的10大罪状，用词十分的严厉，甚至不惜危言耸听，奏请皇上降旨，裁夺各衙门的师爷，天下禁用木有，以肃吏治。皇上大觉震惊，已将弹劾的奏章发下吏部处置了。吏部尚书对各衙门引用木有素有成见，现在由他牵头处置，对我们当师爷的是大为不利呀。依我所见，本朝上下，不管是都府2署，还是潘聂2司，以至于州府县，没有不适应师爷的。如此庞大的师爷群，如果将他们驱逐出衙门，他一个吏部尚书是否有这个能耐呀？景斋贤侄所言极是啊！吏部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，所以已经约请了舵国王爷，还有当今皇上的师傅翁同龢老大人、李鸿章大人都到杭州来会商。另外还有江南的总督、巡抚，共议师爷存废之事。你们大家也应该有所准备喽。谢谢老大人提醒。我们当师爷的俗称戈比穷，大多数1无田产，2无钱庄，3无当铺，5不能操刀，6不能抬轿。假如真断了这营生，那只好坐着等着饿死了。是啊，他王御史饱汉不知饿汉饥，有本事谈还当官的去，和我们衙门的师爷他过不去，这算哪门子本事？听说那王御史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那么个角色，连当今皇上喜欢上天桥一个妓女，他也敢上奏劝阻。浙江的总兵王将军对我们当师爷的也有怨恨，听说在王御史之前早就参过我们当师爷的一本了。听听尚书大人的。民间有一句传言，笔杆抖一抖，银子一本抖。做师爷倒是个好行当啊，连本部堂都好生羡慕啊。大人，在下倒也听说过这么一句传言：一笔参天，老婆饿死床前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本部堂这次和诸位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江南，是奉皇上旨意，
专为考察各衙门的师爷们的政协功过，以决定木有制度的存废去留。诸位前不久有位大臣连上3道奏折，举例了各衙门师爷们的种种劣迹，例如师爷科举不成，便以官府为巢穴，拉拢官员，广用门生，上下其手，鱼肉肥丝。师爷既非官员，却混迹官场，既无职品，却插手用权，又例如师爷隐身幕后，煽阴风点鬼火，旁门左道，暗计百出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放肆！这奏章一上，龙颜大怒。皇上英明啊！这皇上怒得好，这皇上不得不怒啊！皇上不光是在怒我们师爷啊，皇上也在怒朝廷上下文武百官啊。当今世上有几个衙门不用师爷啊？再说了，文武百官又有几个不找自己的木友啊？既然师爷这么坏，那朝野上下百官要干嘛用他们呢？糊涂啊！这是何等的糊涂啊！还是皇上英明，英明啊！依你之见，官员引用师爷之风，该杀该掌；衙门木有制度，该兴该废，能否坦然相告呢？在下在官言官，在商言商，在目我就言目。我是师爷，当然肯定大于否定。本军机佩服你的直率，但你未免过于意气用事。刚才吏部大人所言各条，足以从根本上否定木有制度。大人所言，我不敢苟同。大人，确实，我们师爷队伍当中良莠不齐，可是我们的官僚体系当中不也是中间清浊不分？我觉得这是在所难免。如果说我们的官僚体系当中有7条8条的黑暗，我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官僚体系的存在。放肆！官僚体系乃国之支柱，自然不能废去，而木有的存在纯属个人行为，不属政权结构，不可同日而语呀。是，大人所言极是。官僚体系是国家的支柱，朝廷应该多加关心才是。而木有的存在纯属私人行为，朝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本军机不与你逞口舌之力。你既认为木有存在势在必然，必然性何在？你说给大家听一听。先从围攻说起吧。当政的老爷们和朝廷的命官，大多都是八股文的朋友，而八股文只叙过去而不提现在，更谈不上研究实际，所以对钱粮刑名之事知之甚少。而我们师爷是专攻此项有术啊！当政大老爷们把我们招进府来，参与政事，拿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作为报酬，这对大清江山社稷有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再说这个为私，这为私啊，就是说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考场上的落地者、失败者，
当然，读书人既不能走上仕途，只能去富家做官或者当做牧友，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呀，这是迫于生计嘛。大人，您还记得道光年间江南参加乡试的是1300多人，可是考中的呢又有多少？是120多人，少而可怜呐。是科举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朝廷官员，可更多的是我们这些落地的秀才。他们干嘛？他们只有去做牧友啊，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大清的江山社稷服务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呀？再说他们的境遇也并不值得人羡慕啊，朝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休得听他胡言！师爷的一张利嘴，就是能够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哼，末将有许多证据，足以置这些师爷们于死地。方师爷大概说的差不多了，本御史也该说几句了。这事儿暂且议到这儿吧。布堂大人，还有各位督府大人，意下如何？此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啊。对，不能操之过急呀。对，还是歇歇再议吧。王爷，你我二人今天躲在幕后，也算当了一回师爷。切！什么？你我二人都是师爷啊？本王就不喜欢师爷啊！各位大人，这天下师爷以绍兴师爷为多。这个绍兴师爷的形象嘛，他就是这个形象啊。熬七熬八，一支刀笔，一张利嘴。到处认同乡，西盖半个月，东盖半个月，一言以蔽之是八面玲珑。好，非常形象。本御史还要上本，再一次奏明圣上，师爷群急需解散，木有的势力一日不倒，本御史一日不休。下一步，且看他们如何行动了。吏部尚书倒幕之心，那是一览无余啊。张之洞对我们做师爷的，倒似乎还有几分怜惜之意。李鸿章嘛，约在两可之间。最可虑的，倒是那夺谷王爷和翁同和中堂老大人，他俩的态度不知究竟如何。师爷的命运凶多吉少啊！是这可怎么办呢？如果朝廷真的禁用师爷了，那我们绍兴城里不知要多少饿死鬼啊！是啊。各位师爷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外公，您怎么来呀？吴老前辈，各位，哎呀，吴老前辈，各位，坐，大家坐啊，大家坐下来，坐下，好，坐。吴老前辈隐居会稽山20多年，晚生是仰慕已久啊。今日有幸一睹风采啊！哪里，朝中对师爷的非议甚多。我们做师爷的遇到危难，老朽岂能袖手旁观呐？是，老前辈说的是。
也怪我们做事业的做事不够谨慎，惹下这么多麻烦。怎么啦？碰上这么点事儿就愁眉不展的啦？还像个事业嘛？啊，你们可曾听说过当今皇上宠爱京城天桥下的一个艺妓？此艺妓名珠帘，色艺双全。正当与皇上与之恋恋不舍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王御史写了一本劝阻的奏折，那是洋洋数千言，是引经据典呐。这个王御史胆子可真不小啊！皇上并没有降罪于他，相反嘉奖他的忠勇，所以以后凡是这位御史的奏折，皇上都倍加重视。怪不得呀，他捅了我们事业这一棍会这么重啊！连皇上的师傅和王爷都来了。据我所知，后来这位王信御史和那个艺妓珠帘，也有一手。有了。哎呀，你小子反应还是真快。这样吧，你舅舅呢在京城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你派人快马给他送去。若能按此行事不出差错，这场倒幕的风波或许可以平息。周总，马上进京。知道了。咱们这趟出京是奉圣上的旨意办事，如果没有一个结果，只怕回去不好交代。凡事都应该秉公而论，任何意气用事都是不足取的。这事不可操之过急，还需会议几次。那一位侃侃而谈的师爷，本王在幕后虽然没有见面，听其言论，不急不缓，栩栩有致，颇似气宇轩昂、倜傥风流一类人物啊。据理才能力争，铿锵有力，落地有声啊。也算是师爷中难得的一位人才啊。本王倒想见见那位师爷。本王虽然不会任用师爷，但爱将惜人之心至今未泯。遇到俊杰人物啊，本王还是颇想结识一下。王将军，卑职在。拿着我的手札，把那位师爷领来见我。这驾！王爷有令，请方师爷前去见驾。在。外公，别着急。我知道了。回独孤王爷就告诉我，马上就到。进去。去你！好。
人说师爷胆大包天，果然如此，连王爷的手札都敢毁掉。好，咱们走着瞧。景斋，外公智侠这个名称，以后可就要让给你了。景斋不敢，多谢外公提示。这回看这样就办罪了。回王爷。王爷，那师爷把您的手札给撕了。什么？连本王的手札，那师爷也敢撕？哎呀，撕得粉碎呀！反了，简直反了！王将军可真的看清楚了？末将看得一清二楚，撕碎的纸片落了一地，那师爷还用脚去踩呢。气死我了！他这是跟本王存心过不去呀！王爷，不要生气嘛。您经过了那么多大风大浪，难道还会为这点小事气坏身子？岂有此理！哎，你，皇上交代查办的事情不得延误。臣明白，臣准备明日再会审一次，就可以做出禁用师爷的裁决。那裁决一旦奏明皇上，立即颁布天下施行。哎，王将军，卑职在。听说你有一份弹劾师爷的奏本，先让本王看看。啊，请王爷明示。王爷，这些师爷们种种不轨不端的行为，是不是使王爷您十分气愤呢？王将军啊，你是不是也用了师爷呀？卑职不用，卑职宁死不用。这是什么奏章啊？啊！叙事混乱，义理怪背，前言不搭后语。我说王将军呢？在。哎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师？王爷，王爷，师傅，帮你料理文案呢？哎，这重写这啊！哎，明日大堂再议。这，请。哟，刘大人的礼节。请。翁大人，我们还是到前台去吧，老在后头算什么事儿啊？王爷，既是审议幕后师爷的事，我们不妨再做一次幕后师爷。俗话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本王啊，倒是要亲眼看看这个师爷是什么德行。哎，俗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翁大人，我是一定要到前头看看这位师爷是怎么放肆的。借口而已，借口而已啊！上回王爷输了我一局，这回见其生畏，不敢再来了。哦，哎呦，好，我呀赢了你这盘棋，我再到前头去，啊，你看看本王如何处置这个师爷的。我看这帮师爷御史大人和王将军有何话要讲，尽管直言。本部堂、理中堂还有各位大人都会秉公办理，
各位大人，我大清国朝几万里疆土，数百年基业，师爷世代繁衍，木有无一处不在，奇峰日长，危机朝纲，其实炙手可视，竟是我大清百官如同傀儡木偶。御史大人，大清朝自封疆建国以来，以武功而定天下。这武功足以开国，可是刀枪终究代替不了文墨呀。其人久居关外，不识汉字，那些遗老学士们又不肯效力本朝，他们怀着亡国之恨呢。也就是我们这些失意的书生进衙相助，结果呢？结果是巩固了州府吏治，巩固了国朝根基啊！这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嘛！我不知道其罪何在，其害何有啊？本御史且先问你，你可听说过云南巡抚衙门师爷许节，其长子许勤，次子许明，分别在布政司和按察司做幕，其余道台、知府、县令之幕友半数以上，是其故旧门生，形成第二权力渠道。你可曾听说过四川师爷王琦做幕之余插手赌场？你可听说过河北师爷刘定一操纵盐业，私建盐场？王御史大人，您所言极是。可是学生不管师爷谁谁谁，还是师爷某某某，我觉得那只是师爷的一小部分。如此说来，那河南的学政郑弘泄露考题，示意考官使其的子侄6人全部考中。还有河南防汛使刘永功，他偷工减料，谎报工程，他贪污了防汛河款600万两啊！还有江西的安察使判的冤假错案，冤斩9人。我知道这也是文武百官当中一小部分，可是这不能足以说明全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学生对大清江山社稷，对文武百官并没有失去信心。王御史大人，我不知道您以为如何？你说是啥？怎么样？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：钻天龙游，遍地徽州，绍兴人还在前头。方师也不以为绍兴人过于占先？天下文章多出自于幕府，幕府的文章多出自于绍兴师爷。学生很为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而感到自豪，可是有时也为此感到非常的惭愧。早在明朝，先者沈德福就曾经指出，万历年间大小官员一入衙门，前后左右都是绍兴口音，坐在堂上有被绳索牵拽之感。方师爷如果设身处地的替为官者想一想，大概也就不会对自己抱有过多的好感。我们是幕友，为东家所聘用，合呢则留，不合嘛则去。如果说我们这些幕友给东家造成了精神上的无形压力，那东家可以不用嘛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错不在我们幕友。再说前朝之事到了本朝未必是正确的，就像前朝灭亡了，难道本朝也要灭亡吗？好，你个方敬斋，既然
前朝之事毫无意义。那么我问你，雍正13年，雍正皇上发现6部书办、户部13司文案毫无一例外全是绍兴人，立即下诏清退，可是事实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种乡风成一种村。过去武官多是湘军，现在洋务派大员多是淮军。如果依照御史大人的看法，那么李中堂大人也该遭到排斥了。其实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人不要分南北，地不要分东西。如果说湘军全是湖南子弟而不能兼容，不肯使用的话，那么洪秀全的江南大营恐怕现在还在。御史大人，学生在应对之中难免有强词夺理之处，还请见谅啊。另外，衙门中确有被绍兴师爷一手把持的现象，并有被乡党利用的弊端，在下并不讳言，是该整治。可是，如果因此而否定了师爷存在的功能，并消灭其存在，便无异于因噎废食了吧？好一张利嘴呀！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人是什么模样。哎，王爷，怎么不敢来了？怕输啊？哼，说来说去都是别人的事情，方师爷对打起来自然是轻松了。本将军倒想问几句关于你自己的事情，如何？方某洗耳恭听。王爷用手札召见师爷，这本是王爷的恩典，师爷何故撕毁手札？王爷请安。免了。王爷，坐。都坐下吧。方师爷撕毁王爷手札，可是王将军亲眼所见？石末将亲眼所见。方师爷，你也是读书之人，应该不会不知道轻慢无礼便是有辱斯文，愧为孔门弟子。更有甚者，撕毁王爷手札，便是抗命不尊，蔑视王法。方师爷，是否知罪啊？大胆刁民！请王爷过目。王爷，王爷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本将军再问你一次，有巡抚衙门差役密报，方师爷曾经私差刑部公文，抽函调包，这等瞒天过海、偷梁换柱之事，
恐怕不仅仅是扰乱公务，带一个欺君枉法之罪如何？可见你们当师爷的胆大妄为到何种程度？哎，那不是吴老前辈吗？吴老前辈还健在啊！晚生叩见吴老前辈，来打脸！哎，老朽不敢。吴老前辈身体还这么硬啊！吴老前辈当年在曾国藩大帅墓中对晚生多有提携，晚生没齿难忘。哎，老朽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吴老前辈，请。哎，不，请，哎，请，哎，请，哎，好，啊，请，哎，好，请。啊，请，诸位，公文调包之事，幕后指使是老朽，因为调包官府纠正一场冤案，大清又多了一块公正廉明的口碑。但调包一事虽是权宜之计，终究是违法之举啊！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。特摘下先皇所赏的宝石顶戴，若还不能抵免，老朽愿以100岁之身听罪。吴老前辈严重了。当年曾国藩大帅，若非吴师爷，诸位大人，我们做师爷的被人叫做什么？诸位大人是否知道？请前辈赐教。我们做师爷的多少年来被人叫做帽辫子。帽辫子懂吗？辫子是大清的象征。头上头发稀少，没有一根精神的辫子，缺少威风。所以，在帽子的边上缝上那么一根辫子，装点门面。恕老朽直言，多少平庸的官员都是依靠师爷们才将衙门装点的整齐精神，在座的都是朝廷的重臣，没有当过师爷。师爷算什么？不是官员，不受俸禄，没有职衔，不登大堂，靠一点友情的维系，拿官员个人腰包里的银子。师爷算什么？落地秀才，诗艺书生，妥辟宫门，聊以谋生。师爷受私人所聘，心悬解雇之忧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师爷如果也能用权，成则别人之功，败则自己担待。更何况师爷纵有徇私之弊，毕竟掀不起风浪来。当今天下要事纷争，诸位都是朝廷的重臣，而今天以守将卫士之职，纠缠于师爷的区区之事，未免本末倒置了吧？诸位大臣都是师爷的东家，适才老朽对东家多有不敬之词，还望见谅。老朽告辞了。慢走。
宋师爷慢走，老前辈。哎，诸位东家留步。老朽住在会稽山月崖下，随时听罪。回禀中堂，王御史第4份弹劾师爷的折子，皇上批了。怎么批的？无事生非。好，王爷，现在咱们该出去了。请。给王爷、翁大人请安。免礼免礼。王爷请。请。翁大人请。都坐下吧。好。关于师爷的事，到此为止，勿需在意。翁大人，本中堂身为2朝皇上的师傅，就是当今最大的师爷。师爷之事，谁再妄议，就是威逼本中堂。都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听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可别再大胆妄议了啊！别闹个威逼翁中堂啊！行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散。此事看来，王爷，学生方敬斋还请王爷恕罪啊。师爷，既然对大清朝有功，何罪之有？学生在绍兴的时候，对王爷的指令有些抗命不遵，多有些唐突之处啊。绍兴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宁可撞死也不愿意随我进京的那个师爷。啊，怪不得我看着你那么眼熟呢。哎呀，这2年呐，我也是那么于心不安呐。你还活着啊，我这九玄之心也算是放下了。不过请问师爷，你是怎么死了之后又活了？这个是这样，这是血啊，很简单。哎呀，师爷究竟是师爷呀！不过本王也从你这儿学了一手，以后啊，再碰见像你这样的壮举，本王啊，我一定要连你的尸首一块儿抬回去啊！那个叫方敬斋的师爷能言善辩，而且出情入理，确是个人才啊！兄台墓中有如此好手，老朽非常羡慕啊！可惜下官没有这个福分呐。那方敬斋本是前杭州知府董瑞的师爷，眼下只是借用在下这衙门帮忙。大人一贯爱人才如性命，这杭州前任知府董瑞倒正是一位人才，可惜呀，遭人陷害。遭人陷害，正是。如今呐，已丢官回家，真是可惜呀！那董瑞为人通达，处理决断。
至于缺点嘛，嘿嘿嘿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啊？大凡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大大小小、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毛病，否则呀，那就难免平庸啊。中堂大人明鉴啊，丢掉的帽顶啊，可以再捡回来嘛。哦，还有这个方敬斋，一辈子都是师爷，未免屈才。放他一个县令，又有什么不可呀？大人所言极是，一旦有缺，下官一定上本举荐。哎，有兔子，快点出！哎，你看我，董大人，董大人，哎呀，大人，哎，怎么样？会说怎么样？你且慢慢说。哎，好。大人，该打点的呢，我已经都打点到了。各位军机大臣都说呀，大人的官职不久就会恢复啊。董瑞听宣。下官董瑞在。吏部有令，原杭州知府董瑞，官复原职，着即到任。谢谢上差，感谢上差。上差，请您里边喝茶。圣旨到，董瑞接旨。董瑞领旨。皇上有旨，原杭州知府董瑞即任山东安察使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董瑞领旨。谢主隆安。